在中国职场，女性从来不是润滑剂，而是承重墙。但这堵墙有裂纹，急需修复。大家好，在3·8节来临之际，本期易普思动态蓝皮书和大家分享中国职场女性的心理健康现状。我们汇总了近10年上千家企业的数百万样本数据，来看看到底在哪些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面上看，女性的主观压力感受低于男性，而积极情绪多于男性。这似乎比较符合我们从一个笼统的视角来看待男女差异。女性的工作压力不如男性大，开心的时候比男性多。然而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会发现，女性实际感受到的心理压力反应，比如心累耗竭、难以放松、心慌意乱等，要明显高于男性。同样，女性实际感受到的身体压力反应，比如睡眠困难、身体疲惫、食欲下降、胸闷、头痛等症状，要明显高于男性。实际压力反应强烈，而主观压力感受较低，积极情绪较好，这可能是女性相对较强的忍耐性和更强的社会支持感受而导致的结果。这在我们其他统计数据里能够得到验证。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女性职员的心理资本水平偏低，尤其是韧性的不足尤为突出。这对于职场女性适应当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迅速从各种挫折中恢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最后，从工作状态来看，长期的情绪压力积累和自身心理资本的不足，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工作活力和对工作价值的认同都相对低于男性。这个工作结果对女性的职场发展和职场心理健康有带来一个负面的循环。从工作环境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女性感知到的人际关系没那么复杂，同事支持感受更高，这也是导致她们主观压力感受较低、积极情绪较高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女性感知到的情感要求更高，比如大家都期待女性更应该情绪稳定，女性感知到的角色冲突更多，尤其是工作家庭平衡。女性感知到的职业发展不足，得到的尊重与认可不足，所有这些特征都与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有关。这些特征可能进一步导致女性员工身心压力反应加大，心理韧性削弱，工作活力下降，而这正是企业应该加大对女性员工的身心关爱的主要原因。无论在家庭还是职场，中国女性都不是润滑剂，而是承受了太多重量的承重墙。在这个重要的节日呢，我们也呼吁所有的企业和管理者加大对女性员工的关爱，不要让这堵承重墙出现不可弥补的裂纹。那么对于这样的数据你怎么看呢？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谢谢。